大家好，我是 FCG RZ。就在今天1月10号 ，MD 更新了新的进卡表啦。然后除了进卡表以外，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这个新卡包终于出啦。新卡包的话，我们马上来看一下有哪些卡片吧。首先是操纵系列，那操纵这一次把它的强化都补上了，就是摩托 Q， 然后操纵神童跟这个大变庆。那神童这张卡片非常非常的强，一卡抵达终端，那会让操纵这个系列从以前这个不太能玩的旧卡组变成一套很强的主流。那我相信在 MD 它应该是会蛮强的啦，因为毕竟我觉得 MD 现在很多卡组都强度一般，就是有点残废这样子。那操纵算是几乎完全体进来，然后只砍了本家的那个 FTK 主建议，但操纵好像还是可以 FTK。不过具体要不要玩 FTK 这个，可能要再想一下这样，因为我自己看一下费件稍微好像有点多，所以不知道该不该玩。嘿，然后这卡包其他的话就是 GP 跟那个田梦基啊，那这两个系列的话就比较不是主流。那 GP 可以搭配 Punk， 好像强度还行。然后除了这些系列以外，维萨斯这个有出，然后这张卡片的话就可以捡珍珠世界，嘿。然后5/4坏本家应该是会用的，然后白奇多也有出这样子。这卡包大概这样啊。那接下来讲一下大家最关心的，嘿，要留几张。如果你要玩操纵的话，这个有些构筑会投入这个1，然后摩托 Q 3，然后神童3，然后变性2这样子。那维萨斯这个同步怪可以留一张，然后其他天空啊这都旧的，然后剩下的 GPU 我就不太清楚啦。如果有想要玩的，大家可以自己再看一下，这样那就比较不是主流啦。那卡包讲解的部分大概就这样子啦。那经过我们1个晚上的测试，大概玩了一下，目前就是网络上比较有人放出来的构筑啦。那大概是2种，一种是 FTK 的，然后另外一种是做死连的。那先讲一下 FTK 基本上就轰炸机是一种套路，然后还有看到蛮多种其他套路的啦。但我今天玩一下轰炸机，问题就是垃圾有点多，就是你一定要放这一只，然后还有幻兽机的这一只，然后还有古代机械，这3个是你一定得放的。其他的话就还好，对，其他的话基本上就基本的操纵，所以就大概少人家2张手坑左右吧。如果别人放死连的话，你会多2个废件，然后这个算是补点，所以还好，没那么废。忍者算补点，没那么废。然后额外的话也是比较吃紧一点啦，因为你又要放幻兽机，然后又要放轰炸机什么的，我是觉得好像玩起来比较一般。就当然 FTK 还是可以玩的，大家可以再试一下看，这样哦，还有一张废件啊，这个银河女王之光，这个也是废件，嘿，好，大概这么多张废件。然后另外一种是这个，就是死连轴。那这个构筑的话，是我直接抄 YouTube， 就是那个日本上一次代表就 Sakuma 的构筑，然后就他之前几天好像在那个吧 KG 的频道上讲的。然后反正就是这个构筑啦，就出死连的。然后手坑的话比刚刚那个多，然后动点的话也多带了这个机甲部队。嘿，然后这个机甲部队就是你召唤，然后可以抓3只摩托 Q 给他看，然后你找摩托 Q 就可以找到神童这样子。嘿，然后中段的话基本上是做鲜花、妖精、镰刀，然后兽机神。加上让我操纵同步怪去炸镰刀这样子，我自己觉得镰刀演完就很够赢了啦。但具体来说哪个构筑好，可能要再试一下这样。基本上就这样子吧。感觉纯操这个卡组还蛮强的，因为 MD 劈头2只，我觉得劈头2张这个对操纵来说真的还蛮厉害的。就是你不管是摩托 Q 去检索，或是神童开劈效果，都很容易掉到手坑，像是幽鬼兔或风锁鸟。那增值区有意识的话比较不会中，但是幽鬼兔跟锁鸟几乎是必丢的，那这个劈头就头很痛了。所以我觉得 FTK 走比较有可能被砍，就是它强度上来说，我觉得可能没有死连轴来的好，但是毕竟 FTK 就 K 社不太喜欢，所以到时候 FTK 轴我感觉是很有可能会再被砍一刀的。那死连轴的话就不太好说，
不知道活不活得到那个 DC 杯。然后具体来说，这个构筑就还有待优化。那我觉得操纵绝对是在目前 MD 环境里面 T1 的一套卡组啦，因为其他牌组都被砍过一轮了，所以相对来说 power 没有来的那么高啊。那之后我有空的话，我也会去出操纵的攻略啦。那这卡组我今天也是第一次玩，所以还不是很熟悉。那之后我尽量练熟一点，然后再去出攻略这样。因为影片时长不太够的关系哦，这里补一个神童的 combo 给大家看啊。那基本上神童单卡你就可以打完最大场，就是镰刀鲜花 S 龙，然后加上炸后台的操作，然后上面还会站一只妖精。OK， 那我们就神童贴 P， 神童效果启动。这边变性效果去找十字弓，就这个炎龙，然后炎龙效果装在神童身上。L1 出卡卡西，这里十字弓进步效果就可以去多一个检索啦。检索摩托 Q。这里卡卡西发效果，把多的牌丢掉，随便一张当 cost 都可以，然后复活十字弓。摩托效果，点仲裁，然后发仲裁效果去带神童。同步召唤。连锁1加速星辰，然后连锁2我们发这个没有一回合一次的检索，然后连锁3神童作为同步素材加入额外牌组的话，可以发动贴回 P 区。这里我们先捡天秤，因为我们还没通招过，然后复活摩托 Q， 这边就可以出鲜花做护航了。然后通招天秤效果，再复活十字弓。基本上监工操纵的展开就是一直去刷这个十字弓的资源就可以了啦，就让这个十字弓过劳。嘿，然后宁可2出即可机灵。这里第2次的检索的话，我们去找到大巴，然后就可以摆荡召唤了。神童从额外摆回来，这里大巴站着 ，C1 这个饥渴精灵，然后 C2 大巴倒下来，这样子就可以去护航了。反正大巴转倒这个效果，你这回也不会用到。然后我们捡收集神，大巴效果站起来，去执行检索。收集神效果，把这个炎龙再贴回来，很爽。他等一下鲜花炸掉，可以再检索一次。好，我们装这个角，装在大巴身上，效果不糟。这里先出一次镰刀。讲错了，这里是先出那个古遗物的令可2，然后 C1 鲜花去点这个后台的炎龙，然后 C2 就可以盖镰刀上场了。对，好，那就盖镰刀，然后这里检索，再找一个这个盖亚推进器，它一样是装备在场上操纵身上就可以自体特招的。效果特招。这里出我们还没被禁掉的雷精灵妖精，妖精效果去复活摩托 Q， 摩托 Q 上升2星，8星就可以出 S 龙。
要注意，你这个展开就是你的神童到最后都一定要卡在这里，它是最后去补出操纵的那个，这样你才会多一只 S 龙。就我今天在展开的时候，我一直发现我怎么打都会少一只 S 龙，然后最后我发现是你最后一只那个操纵同步怪，你是要用神童的效果去补足的，因为神童的场上效果发完之后就会有操纵本价，指出你只能出操纵，所以你最后一只同步怪再用这个效果去补足。啊，那最后十字弓就随便捡啊，捡个大巴之类的都可以，或者捡 Model Q。好，那这里就到对手回合了。然后在对手回合使用这个操纵猿飞的效果去把你后台的死连炸掉，然后死连效果跳起来，然后两个刚好在妖精的箭头端就不会被指定这样。OK， 好，那这样就起到一个额外封锁加上场面3康的效果啦。好，那操纵 combo 的讲解就到这里。本期影片就到这边。喜欢我影片的话，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或到我实况上来询问。觉得我做的不错的话，也可以加入会员，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哦。我是 FC 就到这，我们下期影片再见，拜拜。